马孔玄，你我速返回小镇。这枚虎符可预测吉凶，现在他如此不安，说明小镇上有祸事发生了。就算是外乡人和小镇百姓杀的血流成河，又关我屁事？我们之前可是说好了，我不会草菅人命，但也绝不会做什么行侠仗义、扶危救困的蠢事。少说话，屏住呼吸。哎，陈明安，你看那座神像，看它底座，就是那块黑漆漆的底座。你知道那是用什么石头打造的吗？知道啊，这个你算是问对人了。以前我跟着姚老头在这周围的山里四处走的时候啊，经常能看到一片黑色的石崖，上面全是这种石头，硬得很，铁锤怎么砸都砸不下来一点点碎石。所以每次姚老头经过那里啊，都会去拿柴刀去磨一磨。哎，别说，磨过之后的柴刀真的会变得锃亮锃亮的，和之前很不一样。你居然拿它来磨柴刀？什么？这种石头也很值钱吗？再值钱那块石崖上的石头，你能弄来丁点吗？我告诉你，就算是寻常的神仙也做不到，除非是杀伤力巨大的剑仙，舍弃掉一把神兵，才能弄下来2块3尺长的石条。而这种被称为斩龙台的石条，才是真正的价值连城。原来如此啊！你看那神像的脚底下，不是有块现成的石头吗？这么大，刚好能劈成2块斩龙台。倪姑娘，咱们可不能拆了那个搬回家。这位神像大人断了手已经够委屈了，咱们要是再把他的立足之地给抢走……抢？我是那种人吗？我不是那个意思。倪姑娘，你别去，你等等我。我叫宁瑶，这位不知道怎么称呼的灵官，今日你只要将脚底下这3尺立足之地赠送给我，那么将来我成为剑仙之时，一定会偿还你100倍1000倍。这样也行。没动静，不愿意送是吧？那行，我跟你借总可以了吧？有借有还的那种。陈明安，你看清楚了，我这是借，不是抢，明白吗？不明白。何况宁姑娘，你的架势也不像是要去借。宁姑娘小心！你也忒小气了吧？不借就不借，还要跟我拼个玉石俱焚？不，宁姑娘，这叫做菩萨点头，他这是答应你了。哦啊，你确定？我确定。宁姑娘，咱们把这神像的碎片埋起来吧。无论人神，总归是要入土为安。好。话说，那个黑色的石座是叫斩龙台吗？武道中人可能会称它为磨刀石或者磨剑石，只有剑修才会称它为斩龙台。在我的家乡，每个人都有一块磨剑石，大小不一，不过一般只有拳头那么大。甚至有一些家道衰落、修为低下的剑修，会只剩下一颗拇指大小的磨剑石，但大多数人还是将这石头看得比身家性命还重。至于我家也有这种石头，而且很大。有多大？比你家泥坪巷里的宅子还大。宁姑娘，那你家是真的有钱啊！而且这么大的一块磨剑石，还不用怕被人偷，多好啊！不像我好不容易攒下一些铜钱，藏哪儿都睡不安。沈平安，你可真是个财迷啊！算了，不说我家了，这块魔剑石我们一人一半吧。我要它来做什么？我家里倒是有柴刀，可哪里需要用得上这么金贵的磨刀石啊？怕是每磨一次刀我都要心疼一次，何必呢？所以宁姑娘，这石头你也全部都拿去了。你不是想让阮师傅帮你铸剑吗？你不妨将另一半石头送给他，可以当做铸剑的钱。你是真傻还是缺心眼啊？你就当我是烂好人吧。陈平安，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图谋不轨，心想着以后把宁姑娘变成自己媳妇儿，那还不是所有东西都是自己的吗？这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的，挺厉害。没有啊，宁姑娘，我可没这么想。我开玩笑的，真把你吓的。宁姑娘，你可别再吓我了。等等，我感觉到我的飞剑已经在返回的途中了，这回可是真的了，要小心，半山猿可能来。为何方才那位真武山的剑修能去找那2个小娃娃，我就去不得？齐先生，你是不是也太势利眼了？去吧，你家主人已经没事了。我说凭那丫头的资质，如何能驾驭这把有灵械的飞剑？原来她果真是你齐先生挑中的。若齐先生早就对刘氏剑经动心，大可与我言明，只要不落入风雷园之手，被你的不记名弟子拿去便也罢。首先，我与那小姑娘并无瓜葛，只是见她天资好，而且与牌坊楼上那块气冲斗牛的匾额互生感应，于是才起了爱才之心。可惜她那把佩剑的材质还不足以撑起4个字的气运，我便顺水推舟，摘下其中2个字放入她的剑中。我与那姑娘的关系到此为止，她也并不是我的不记名弟子。
非要严格一点说，这整个小镇就如同我的家。我作为一家之主，若真舍得脸皮去监守自盗，还会让外人察觉到吗？不过是一部梦中杀人的剑经，需要我齐敬春谋划将近60年才来动手吗？哦，那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我之所以来这里拦住你，而对真武山之人放行，其实道理很简单。很多人笑称真武山有2真，真君子和真小人，故而这位剑修与我说了什么，我便可以信他什么。而你不一样，你重伤刘宪阳，坏了他的大道前程，却故意留下他的性命，只是为了防止被我过早的驱逐出境。你这种人，差点忘了，你不是人。齐景春，你莫要欺人太甚！拦下你是为了正阳山好。昨天夜里，那小姑娘差点就要祭出她的本命之物了。而你来自正阳山，与剑气剑意打了1000年的交道，难道还感受不到那股压力？小女娃娃那会儿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她那点道法神通，齐先生也好意思拿来吓唬人？说完了。齐景春，我再问你一次，一定要拦阻我过去。你若执意要杀那2个孩子，我敢断言，你正阳山承受不起这件事的后果。当真？那个女娃娃真有这么大的来头？当真。所以我劝你还是收了杀人之心，带着你的小主人早日离开这里为好。哼，算那2个小家伙运气好，转告他们一句，以后别给我碰上。齐先生，陈平安，你这接连的几场架倒是打得惊天地泣鬼神了。先生，你怎么来这儿了？书院的那位老先生不是说你与客人一起去深山里了吗？特地回来一趟，是想跟你说2件事。第一件就是那正阳山的搬山员撤退了，应该很快就会离开小镇。老人这就要跑了？他会从小镇东门走吗？你先别想着去拦他，听我把话说完。还有一件事，就是刘宪阳活下来了。啊，真的吗？先生，刘宪阳是不是不会死了？有人出手相助，刘宪阳性命无忧。不过坏消息是，他的身体遭受重创，以后未必能够像以前那样行动自如了。能活下来，是的。陈平安，太好了。陈平安，你怎么了？齐先生，他怎么了？陈平安先前被云霞山的蔡金简一指开窍，强行打烂心神门户，其实精气神一直在外泄。而这时刘宪阳恰好出事，他便只能拼了命的激发潜力，这就是所谓的破罐子破摔吧。所以他原本还有半年的寿命，如今最多只剩10天了。齐先生，你只需要告诉我怎么救陈平安。我曾评价这姑娘像是一柄无鞘之剑，一心向道，最是容易伤旁人心神。他对于并肩作战的陈平安肯定是有感情的。然而在听闻这种噩耗之后，他并没有经历一个惊慌、悲伤，甚至是同情的过程，而是直接跳到了如何救人这个结果。这份纯澈道心，世间少有，果然是个可造之材。齐先生，你倒是说话呀！不过事先说好啊，我觉得那个什么杨家铺子的老掌柜救死扶伤的本事不咋地啊。倒是陈平安说过，他认识铺子里另外一个姓杨的老人，给过他好几个药方，挺厉害的。杨家铺子的杨老头吗？他确实是个不简单的人。那我现在是先带着陈平安去杨家铺子养伤，还是先去刘宪阳那边看看情况？如今都可以了。我觉得陈平安肯定希望睁开第一眼就能看到刘宪阳吧。所以我还是先去阮氏那边好了。那我陪你们走一段路程。儿子，过完了年是不是就变成大人了？爹，我虚岁5岁，是大人了。那以后爹不在了，娘亲就要交给你照顾了，能不能做到？能。来，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嘿，爹，糖葫芦好吃，你出去干活回来能不能帮我买一串呀？小的啦，我喜欢吃小的，小的好吃。好，儿子，爹走了。上次的杨爷爷教了我怎么采药，我只要找到那几样药材放在箩筐里带回去，就能拿药给娘亲治病了。这些药材不能淋雨，娘亲还饿着肚子，我必须快点回去啊！爷爷，你好厉害呀，居然一步就跨过了那么宽的小溪，你是不是天上的
神仙呀！哎，这样吧，小平安，你回去之后帮我做一杆烟，我就专门教你一门爬山不累的小法子，好不好？好嘞，娘，好些美，好多了，娘一点都不疼了。娘亲，看来求菩萨是有用的。我儿子真是天底下最乖、最好的孩子了。娘，我刚刚回来的时候，外面下雪了，再过几天就过年了，我们一起贴春联和门神，好不好？好。平安，你出去看雪吧，娘想一个人歇息一会儿。娘亲好好休息。岁岁平，岁岁安，岁岁平安。我家小平安，岁岁平安，年年岁岁，岁岁年年平。倘若雨势再蔓延，你再看你是雪！娘亲，你怎么了？娘，你这个也看着呀！娘，不要走，我就想回一个人。从那一天起，陈平安终于从一个孩子变成了一个少年，只是他的身边再也没有了可以依靠的人。齐先生，你方才说陈平安的寿命只剩下10天了，你还没有告诉我该怎么救他。修行一事乃是这世间最为逆天而行之事，所以若陈平安能练好那本撼山谱，未必没有活命的机会。他目前应该还停留在走桩的阶段吧，之后的站桩可滋养体魄，睡桩可壮大神魂，若是他运气好，说不定还可以更为长寿。等他醒来，你就帮我告诉他，以后练拳的时候，就算不追求其他，只为活命，也一定要下苦功夫。好，多谢先生指点。我就送到这儿吧，剩下的路需要靠你们自己走了。那齐先生，我们就先走了。这块斩龙台，你既然已经借给了那姓宁的丫头，我便依照她的意愿，一块送去给阮氏铸剑，另一块就留给陈平安吧。郑大风，你师兄呢？师兄上回不是卖鱼卖错人了，平白又让那大隋皇子得了好处嘛，所以这几天他都有点郁闷。再加上昨个他家房顶又让正阳山那老畜生踩了一个大窟窿，于是嫂子带着一双孩子回娘家了，留他一个人在家里修房顶呢。你去跟他说，最近这几天不必来药铺了，去对付那个人吧。师傅，你说的是那位新来的官老爷宋长敬？若我算得不错，他这几日恐怕就要离开小镇了。杨老，刚刚有一名姑娘带着陈平安来了药铺，说是要找你求药。陈平安？我去看看。张大风，你也别杵在这儿了，赶紧滚，找你师兄去。好嘞，师傅。杨老先生，你快看看陈平安吧，应当是止痛药的药效过了，他半路上醒过来，痛得没办法，我只有先带他过来找你。杨爷爷，疼吗？我该疼你也得归我受着。早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越是命贱福薄，就越要惜命惜福。可你呢，稍稍遇到一点挫折，被人记记，就要死要活的。你要是真这么不怕死，当初怎么不跟着你娘亲一起走？岂不是更省事儿去？我看你姚师傅说的对呀，你陈平安就是个活不长久的，哪怕教了你好手艺真功夫，也是浪费。一样子要早早的丢到土里去。杨老头怎么是这副德行？他不该是慈眉善目，成天笑眯眯的吗？怎么这般尖酸刻薄？小姑娘，心里偷偷骂我呢。没有。
陈平安，别，李姑娘，不要扶我。好嘛，如今你这身体终于符合你那落魄户的身份了。刘显阳是什么好命，你又是什么贱命？这么多年，你心里没个数？他死一次，差不多够你死10次了，还用得着你去救他，给他报仇？杨老先生，你能不能先帮陈平安止痛啊？他是你男人呢，这么心疼他？罢了，我就再帮你这次吧。他刚刚明明痛得快要撑不住了，现在却睡得这么香，这老头可真是神通广大，果然不是什么普通人。杨老先生，难道说您才是陈平安修行的领路人？这就算修行了吗？怎么，如今外面的天地又多出了一位有资格立教称祖的家伙？不至于吧？天上那几位可不是吃素的，怕是不会允许外人来分一杯羹吧？前辈，您在说些什么呀？我看你应该是修行的世家弟子啊，你的长辈就没告诉过你那些老古董的陈年旧账？没有，我祖父那一辈人走得早，我爹娘又不爱说其他几座天下的故事，生怕我离家出走，所以我确实不是很了解。小姑娘，若我猜的没错，在你的家乡有一道城墙吧？果然你是出自道玄山，凡是斩杀了飞升境大妖的修士，都可以在道玄山的剑气长城上刻字。如今那城墙上刻了几个字了？18个字。都已经18个字了呀！道法浩然西天，这6字之后还多了哪些？雷池种地4个字，剑气长存又是4个字，还有齐陈董。小姑娘，还有一个字呢，被你吃了。刻了最后那个字的人，算了，我才懒得提他。不过老先生，您为何如此了解我家乡那边的情况？很久以前，有位外来剑修来到这个小镇，他有个写游记的习惯，所以记下了一路的风土人情。最后这位剑修死在了咱们小镇附近，我就把那本厚厚的游记拿回来了，没事的时候翻一翻。真的假的？信不信由你。他怎么了？小死。什么意思啊？人睡即为小死。睡觉就睡觉，有必要用这么稀奇古怪的词？小姑娘，我问你，当一个人在心中默念的时候，所谓的心声到底是何人之声？心声？你看看人家靠着那么几句话的点拨就能一举破境，你呢，屁本事没有，还喜欢犟，你跟谁犟呢？老天爷打盹多少年了，你看他乐意搭理你这么个家伙吗？唉，算了算了，这么多年过去，老夫我挑来挑去找了那么多人，不曾想反倒是这个最不抱希望的一个人。哼，命最硬。陈平安，你可不要让老夫失望。都这么久了，袁爷爷为什么还没有回来呀？或许是被其他的事情绊住了脚，他们这些长辈啊，有时候很多事情要忙。小妹妹，你这只葫芦会不会在某些时候自己发出声响？我不知道这葫芦是班柴哥哥送给我的，这是我旁边这位宋哥哥。在下宋吉心，你就是陈队姑娘吧？这葫芦是我小时候收集来的，每逢雷雨天气，确实会嗡嗡作响。果然是养剑葫。什么叫养剑葫啊？我知道，我们家就有3只养剑葫芦，我爷爷有一只灰不溜秋的，丑死了。太白风流爷爷的那只最可爱，小小的，会嗖嗖嗖飞出几10把小飞剑。还有一只在苏姐姐那儿，不大不小，紫金颜色。可惜苏姐姐平时不太愿意拿出来，我求了好多次才摸一下，然后葫芦就被苏姐姐藏起来了。小丫头，你可不好埋怨你家苏姐姐。紫金养剑葫，在养剑葫芦里十分稀少罕见，可以排入前3甲。估计整座东宝平州也就他手里那么一只。而且紫金葫芦相比其他养剑葫，虽然养剑极优，但缺点是太脆，很容易被利器磕破。那我这只呢？也很珍贵就是了。这么贵吗？大只哥哥，你要收回去吗？自然不会啦。别说是这只小葫芦，就算我手上还有其他宝物，我也愿意一并送给你啊！还有，以后记得叫我吉星哥哥。班柴哥哥最好了。是吉星哥哥。
可是吉星不就是收集柴火的意思吗？叫我吉星哥哥。好的，半柴哥哥。回泥平巷收拾收拾，准备离开这里。得了，这就要背井离乡喽。半柴哥哥，什么叫背井离乡啊？是背着一口水井离开家乡吗？就是背着一口水井离开家乡，对吗？也差不多了。走，我先把你送回李家，这才叫做有始有终。叔叔，为何这么着急离开？临时收到个消息，外边有点事情需要我亲自解决。我们现在直接乘马车去泥平巷，收拾完东西就走。从今往后，大黎王朝恐怕要彻底失去这座小镇的掌控权了。对了，你不去和陈平安道一声别？关山远在小镇里闹出这么大的动静，那家伙能不能活下来还不好说，万一只等到一具尸体，多恶心。他陈平安没爹没娘的，如今连好朋友也死翘翘了，大概也就只能由我这个邻居来给他处理后事了吧。有一些道理。那个正阳山的小女孩提到过一个人，叫做马苦玄，是杏花巷，跟我差不多的岁数，好像他用了一袋子供养钱，把陈平安的藏身之地卖给了正阳山。知不知道这家伙到底什么来历？以前我只听说他是个傻子，没想到隐藏得这么深。之前在祁隆巷有位大隋皇子遭到刺杀，我记得和你说过这事儿吧？说过。那刺客与马苦玄有关？没错，那名刑徒出身的刺客此前一直潜伏在宋家，这些年他一直在私底下和马苦玄接触，有可能是师徒关系。我之前本想将他找来询问，可惜真武山横插一脚，将那小子收为了徒弟，我便只能将这件事情暂时搁置。毕竟大黎军队当中有很多真武山的弟子，而且官位都不低，我不想为了这么一件小事情去得罪他们。叔叔，你也有说只能的时候。谁让本王还有个狗屁大黎藩王的身份？杏花巷的一个傻子都有如此复杂的身份，叔叔就没有怀疑过那陈平安真的只是陈平安吗？在让你搬去泥平巷之前，衙署早就已经彻底查过了，陈平安他祖宗18代的脉络都很清晰，没有任何问题，跟富贵权势4个字更是沾不了边儿。可刚刚那名叫陈队的外乡女子似乎对陈平安很感兴趣。陈队？本王已经大致猜出他的身份了，你放心吧，他那一支陈氏跟陈平安祖上留在小镇的这一支没有半点渊源，勉强扯得上关系的是他那个远房亲戚陈松峰所在的龙尾郡陈氏。不过你想一想，几百年没联系的亲戚那能叫亲戚吗？再者说，小镇的陈氏已经落魄到只剩下一些奴仆丫鬟，所谓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他陈平安跟这些人根本攀不上关系的。那祖宗18代之前呢，就没有出现过一个精彩绝艳的大人物吗？怎么，你是希望陈平安的身世特殊一些？如果他跟寻常人不一样，我心里也会好受一些。他到底怎么欺负你，能让你有如此深意？以我对那小子的了解，他不像是个小地方的人，眼界兴许不高，但绝对不傻。在这里，好人会好到赤子之心淳朴善良，坏人则会坏到头顶生疮脚下流脓。至于另外一些人，则会蠢到无可救药，甚至是又蠢又坏。那陈平安属于哪一种？哪一种都不算，就是个真傻子罢了，所以我才觉得憋着。杨老头，干啥呢？防贼呢你？你好歹是我家汉子的师傅，怎么净做这些缺德事儿啊？李二做的好好的药铺伙计，你凭啥让他卷铺盖滚蛋？杨家铺子是你开的呀？说完了就回家叫春去。你那人又不是死了，不过出去几天，就这么要死要活的。这老不死的东西，你还好意思提回家？昨天咱们家屋顶塌了，连缝缝补补的钱都拿不出来，害得我只好带着一对儿女回娘家去，受尽了欺负。要不是李二被你赶出了铺子，我们一家4口人会这么惨？杨老头，你赶紧掏出棺材板来，给咱俩修房子，不然今天跟你没完。师傅，李二按照您老的吩咐去对付那个人了呀，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的。哎呦喂呀，老不死的东西呀，喜欢发挥呀，连自己的徒弟媳妇儿都不放过呀！我的天啊！哎呀，你撒你的不打你的盹儿，我呀可不着急，我去找个板凳坐下，抽口烟喽。呸！老不死东西，就你这德行，死后都没有人给你收尸。走，散开！看什么看？有啥好看的？当心害眼睛！前面那人干嘛拦在路中央？哼，我认得他，他叫李二，是小镇上最窝囊的男人。窝囊？宋吉新呀，
也怕是看走眼。停车！我下去看看，你们在马车上待着。李二是吧？真没想到啊，小镇中还藏着你这么一号人。看来我大黎的碟子真的是不吃饭光吃屎啊！既然没有一见面就开打，那我还是先问问你到底想做什么。宋长敬，只要和我打过之后你还能活下来，自然就会知道我来找你是干什么的。打架我当然奉陪，只是车辆上还有孩子，能否让他们先走？可以，马车先行，只管往前。此人境界已经我指标不低，但差距不大，真是一块送上门来的魔道石。若是能打败他，我的武道境界岂不是又能前进一步？今日是死是活，能否破境，全在此一战。杨爷爷，这么多年，谢谢你。谢我？如果没有记错，我可从来没白白帮过你，哪次缺了报酬啊？您确实从我这里拿了不少报酬，可我知道之前娘亲的那些药，你也都是以很低的价格卖给我的。还有，你当年传授给我的那套呼吸法子，保我无病无灾了这么多年，哪里是一根自制的烟杆就能换的？别人施舍一点小恩小惠，就恨不得把他当作救苦救难的菩萨，非要去知恩图报，还美其名曰是为知己者死。哼，真是一群忘本的王八蛋，当初就不该让他们从阳台里爬出来啊！我不是在说你哦，那个山崖书院齐景春拜见杨老先生。你来这儿的第一天，我就知道是个不得志的，不过这么多年处下来，我没听到你半句牢骚，这也是怪事儿。你齐景春可不是个委曲求全的人哦，所以这次你失心疯一样的想要逆天而行，外面估计都有些懵，我倒是半点不奇怪。牢骚其实也是有的，只是没有说出口而已。平安，你过来，我有东西要送给你。好。方才回叔叔无事，又刻了2方私章，一隶书一小篆，分别刻着2幅山水图，我将之起名为山水印，都一起装在这白布袋子里，你且收好。多谢先生。以后看到心仪字画，例如一些气象不俗的山河形势图，可以拿出印章往上一压。哦，好的。杨老先生，在下告辞。告辞。小子，咋像根木头一样杵在地上？白拿人家的东西就想着回被窝里偷着乐了？不知道送送齐先生吗？还愣着！齐先生，我送你回叔叔。平安，我最后再告诉你一句话，你需要记好，以后或许会有大用。先生请讲。君子可期以其方。我记住了，可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你以后自会知晓。天色太晚了，你回去吧。好，先生再见。杨爷爷，您还不休息吗？人老了，睡不着。哎，对了，齐景春最后跟你说什么了没有？先生说了一句话，叫君子可期以其方。哎，文庙里那帮老头子脑子真是坏了吧？这摆明了是有人在针对山崖书院和齐景春，他们还一直袖手旁观，真当自己是泥塑木雕一样的死东西了。杨爷爷，你在说什么？哎，没什么。那齐景春要逆天行事，就由着他去好了。杨老前辈，陈平安他怎么咋地？还怕陈平安在你睡着的时候揩油啊？放心，我帮你盯着他。那小子只有贼心，没有贼胆儿。没有，宁姑娘，你别听杨爷爷瞎说啊，我连贼心都没有啊！原来你早就醒了啊！亏我还在担心你，谁稀罕你的贼心啊？真是气死我了！啊，不生气，我宁瑶大人有大量。宁姑娘，你相信我就好。陈平安呐，陈平安，你小子是真的7窍通了6窍，1窍不通啊！就你这样能娶到媳妇儿才怪呢。行了，外面雨也停了，你们也赶紧走吧。回头拿一袋子供养钱来，就算是付清你们的药费了。要一整袋钱？杨家铺子什么药材啊，这么贵？人快要饿死的时候，自然是一个馒头也很值钱哦。你这是趁火打劫。
我趁火打劫，哼，漫天要价什么的都是低劣商贾的勾当，我不会做。但我这边的规矩也是说一不二的，就这一口价，你们爱买不买？你姑娘，算了，你不用为我出头。杨爷爷虽然嘴上坏了点，但是他说的都是实话。他说我们俩的伤值1袋供养钱，那就是1袋，反正我也给得起。你愿意给就给吧，我才懒得管。得了，你俩别跟我这眉来眼去的，也不害臊，赶紧走吧。什么？我跟他眉来眼去？哎，那个林姑娘啊，好的，杨爷爷，我改天就把钱给您。我们先走了，林姑娘，我们走。那个，我们刚才可没有眉来眼去，对吧？对，绝对没有。我们接下来去哪？去铁匠铺子那边看看刘宪阳吧。在那之前还可以顺便去小溪边找找宁姑娘你掉了的刀。那就带路。好。啊，你身体真没事了？没什么大问题，但是除了练拳以外，我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得跟你一样煎药吃。杨爷爷说，如果效果不好，可能还得再花钱。你真信啊？当然啊，杨爷爷就这样，不爱跟人讲人情，但是做事情很公道。公道？人人心中有杆秤，他凭什么觉得自己公道了？就凭年纪大呀？可我也没觉得花出去1袋子铜钱就是冤大头了呀。哼，这句话如果等你在外面混够10年，还能拍着胸脯重复一遍，就算你赢。那到时候再说。不过我确实能感受到那个老头很不简单。我以前只觉得杨爷爷人很好，现在才知道他原来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宁姑娘，他应该也算是修行中人吧？有些像，但其实不一样，会对你来说没什么区别。陈平安，你们回来啦！阮姑娘，我听齐先生说刘宪阳没事了，是真的吗？真的，他已经醒过来了。杨家铺子的掌柜见过之后，说是阎王爷开恩放了刘宪阳一马，才能捡回这条性命。我怕你着急，就想着第一时间跟你说，可我爹不让我过廊桥，所以我只能在这边等你。多谢阮姑娘。不要，举手之劳罢了。对了，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我爹说刘宪阳现在受了伤，需要有人顶替他的活计，挖井盖房都需要人手，所以就想让你去铁匠铺帮帮忙。虽然是临时的，不知道你……我愿意。那就好。我们还是先去看看刘宪阳吧。好。师傅，师兄回来了，还带了个天大的好消息啊！哦，李二回来了。是师傅，我回来了。什么好消息？宋长靖答应了我的条件。是。那倒还挺顺利。他的本事如何？不错。你都这么说了，那就是很厉害了。小镇中的事情办得差不多了，大风你也别留在这看门了，带着傅南华一块去老龙城吧。师傅，为什么突然赶我走啊？难道是因为这方天地真要塌了吗？那师傅您怎么办？叫你去就去，记住，在小镇外面死也不许泄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是，师傅保重身体。徒弟先走了。师傅，你对师弟也有些太不近人情了。他虽然整天没个正形，但对师傅你可是大心眼的好。说实话，这一点我就比不上他。那又如何？都是无根浮萍，死在哪儿都一样。师弟这趟离开小镇呢，肯定走得不舒坦。对啊，师傅，我听师弟说你将那个马苦玄收为徒弟了，为什么不收陈平安呢？我不喜欢姓马的那个小子。所以你就擅作主张，想将那条金色鲤鱼卖给陈平安？咋啦？我乐意，师傅不也挺喜欢那孩子的吗？结果呢？那只鱼篓和金色鲤鱼都送到陈平安手上了吗？还不是平白让大隋的那个小皇子捡去了便宜。你要真觉得那些宝贝烫手，还不如留给你的儿子女儿。才不济，送给你师弟也行啊。陈平安那孩子自幼被他爹打碎了本命词，在小镇上不会有什么好运气，机缘太大，可是会害死他的。你信不信？如果当时你成功送出了龙王篓和金鲤鱼，不出3天，他陈平安必然会暴毙在小镇的某处。陈平安没了本命词的约束，虽然留不住气运，但反过来讲也有好处啊。他就像暗室中的一盏灯火，吸引着无数机缘靠近。在这期间，
那可怜孩子捞到一件东西，不是挺正常的事情吗？只要是在小镇上，陈平安就是一条两手空空的贱命，他能活下来已经相当不容易了。那些机缘就算送到他手上，也只能是他的催命符。唉，这孩子呀，也太难。算了，不提这个。师傅，有个事儿啊，我一直想向您老人家请教啊。说。您曾经说过啊，一个师门想要薪火相传，至少需要有3名弟子，其中一个能大用，可以光大师门，在师傅死后能挑起大梁镇住场子；一个需香火，看上去本事不如前者，但胜在有韧性，就算天塌下来也能保证师门香火不断；最后一个必须有意思，天赋根骨什么都好，而师傅也不会拿规矩来约束他，甚至不用他太过感恩师门。所以在咱们师门中，我、师弟还有马苦玄，咱仨分别是哪个呀？谁告诉你这么多年我只收了你们3个徒弟了？师傅，忘了这茬了。以往负责坐镇此方天地的圣人，往往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查看那4件老祖宗留下的压胜之物，第2件事情就是来我这边大声招呼。但哪怕是这些个圣人，其中绝大多数人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这齐景春为何突然深夜造访，是因为他自己琢磨出了余味，还是什么？还是他要以一人之力与上边抗衡，帮小镇的这几千人换取一丝生机？不过这种情况可能性太小，后果也太大，无法想象。我希望不是，也应该不是。无论如何，总之李二你也别留在这儿了，带上你家那个泼妇离开这座小镇吧。在东宝平州，你这辈子都没有希望破境。宋长靖是个小心眼儿，你今日跟他这么一斗，日后定会一直被他压着境界。就算你不嫌恶心，我这个当师傅的想起来都嫌恶心。还有，既然我与齐景春做了交易，让你那一双儿女有资格去山崖书院求学，这等千载难逢的机会，你也千万别错过了。若是真舍不得他们，你就只挑一个孩子送去也行啊。师傅，要是我媳妇儿非要2个娃都带走，我咋办呢？什么你咋办？你现在到底谁做主？我媳妇儿啊！滚！一家4口都滚，爱咋咋的。师傅，我和师弟都走了，您老人家呢？还能如何？等死而已。师傅，我觉得马苦玄带不走廊桥下的那件东西。他要是带不走，那就真的谁也带不走了。既然马上要出去了，是时候告诉你真相了。叔叔请说。其实这座小镇的真正名字叫做李柱洞天，它是全天下36小洞天之一，面积并不大，不过方圆1000里而已。至于那道门，你们穿过门后，再沿着云梯一直向下，约莫走30里路，就可以踩在我大理的疆土之上了。那时你再回头看看高空，应当就能想明白一件事情了。什么事？那就是这座离珠洞天其实是高悬于大理天空的一粒珠子。你再看看西边那座山，那山叫做披云山，以后可能会被大理敕封为5岳之外的10大正山之一。按照祖辈留下的老规矩，会出现一位被载入谱牒的山神，塑造金身神像，堂堂正正的享受人间烟火，为大理镇压一地气运。另外，大理地处偏远，民风彪悍，崇尚武道，武夫其实一点都不值钱。倒是那些文绉绉的炼器士属于凤毛麟角，所以每年出事几个都会被历任的大理皇帝当作菩萨一般供奉了起来。叔叔，如果我一心一意的习武，也能拥有叔叔你如今的高度吗？你呀，若是习武撑死了到第8境，没有前途，还是乖乖当个炼器士好了，成就肯定更高。为什么？炼器士嘛，是个靠老天赏饭吃的行当，运气最重要。今日在这里赚个机缘，明日在那里捡个法宝，后天不小心遇到个深藏不露的神仙，甚至一时兴起看个风景，说不定都能悟了。做什么都能增长修为。可我们武道中人就大不一样，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只能一步一步的修炼，无趣的很。
真龙之气凝结成珠，天下蛟龙之属皆以龙珠为贵，就如同修士的本命元神。宋大人，你在说什么啊？为了廊桥匾额上面写的风生水起4个字，我大黎付出的代价之大，外人无法想象。为何要水起？还不是希望蛟龙走江的时候能够畅通无阻。所以本王估计，你出了这座小洞天后，便如同入了江河。除了京城中的国师崔禅，不会再有谁能对你指手画脚了。虽说你和本王那个侄子的命数挂钩，息息相关，荣辱与共，但是你也别太过恃宠而骄，不要让本王有出手。这样吧，看在大黎江山和宋吉心的面子上，本王可以破例给你2次找死的机会，刚好应了事不过3这句话。我本来就不是需要以世人的规矩来约束，到底是谁不讲道理？你们人类的金科玉律、规矩方圆，干我何事？别误会，本王绝不会在小事上苛求，恰恰相反，本王才是你最大的护身符。此话怎讲？跟那汉子打了一架之后，本王与你其实已经是一条船上的盟友了。盟友吗？不错，指挥，将来若是你有资格做出重大决策，便需时刻想起这句话，才有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指挥，3日之内，所有外乡人必须全部撤离小镇，如若不然，后果自负。这齐先生的声音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2个赶紧上车，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可是，走。你们瞧，这铁索井水位怎么下降的如此厉害啊？莫不是传说中那条蛟龙把井水都喝光了，就要现身了吧？哎呦，哪有这么玄乎的？是你整天疑神疑鬼的吓自己吧？你们还别说，我刚刚从老槐树那边路过的时候，看见槐枝啊，全部枯黄折断了，叶子也黄了，不对劲的很呐。对，还有外边那片荒地上，往常不是老横七竖八躺着许多泥塑木雕神像吗？结果昨夜开始那里就一直传来一些爆竹炸裂般的声音，让人去瞧了瞧，你猜怎么着？怎么着？那波泥菩萨木神仙们竟然不翼而飞了，你说邪乎不邪乎？哎呦，怪呀，实在是怪！我看这小镇呐要变天喽！陈平安，这位姐姐就是救了刘宪阳的人，跟你一样姓陈，叫陈队，但他不是我们东宝平州人士。至于这位公子，则是陈队姐姐的堂弟，龙尾郡陈氏的嫡长孙，叫做陈松风。听说祖上与你这一支陈氏还有点亲戚关系。谢谢陈姑娘救下刘宪阳，只是他们找我有何事啊？陈姐姐这次是来祭祖的，但她在小镇上打听了一圈，都没有人知道他们家的祖坟到底在哪儿。昨天刘宪阳醒来之后，就说起了你，是小镇如今最熟悉四周山水的人，找你准没错。陈姐姐说，如果你能帮上忙，她可以支付1袋子金金铜钱作为报酬。可以。让陈平安带你去找坟头祭祖没有问题，但你得拿出2袋金金铜钱，没得商量。他之前受伤严重，不宜长途跋涉，再加上今早齐先生让外乡人速速离开小镇，3日之期可没剩多少。你们要想赶在3日之内找到祖坟，那陈平安可得抓紧时间赶路。他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又受了重伤，1袋钱可是不够的。只要能找到我家祖坟，2袋子钱也无妨。但丑话说前头，万一找不到的话，我1袋子也不会给你，如何？一言为定啊！宁姑娘这样不太好。再给我叨叨叨，我就拿刀砍你了。好吧，那陈姑娘，我先去跟阮师傅请个假，让他允许我现在离开。另外，我要去跟刘宪阳聊一聊，大概半个时辰后，我们在廊桥会合，怎么样？好，但你最好守时，否则后果自负。没问题。陈平安，那个叫陈队的女人找过你了？等下我就要带他们进山去找祖坟。你真的知道在哪儿吗？我以前跟姚老头进山的时候，曾经在一个坟头上看到了一棵十分古怪的树。姚老头当时说，这座坟里的人也是陈家的，我估计应该就是他。唉，你知道就好。那女人不简单，她跟我说明日就会带我离开，去一个据说比咱们东宝平州还要大的地方。虽然我连东宝平州是个啥都不知道。明日这么快吗？你不都休养一战？本来不必这么赶的，
但今天齐先生下令让小镇所有外乡人3日内必须撤离，估计是出了什么事儿吧，所以他们才匆匆准备离开。之前我还在担心小镇里好歹还有你可以照顾，就算有什么困难咬咬牙也能撑过去。要是真出了小镇，一路上吃喝拉撒怎么办？难道我要跟他们说，哎，你们谁来给我搭把手？不过后来我又一想，都是死过的人了，还怕这？日子总归是越来越好的。放心吧，姚老头也说过，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带他们进山了，你好好休息，我明天一早来送你。谢谢，小心点啊。我跟你一起去，我信不过那2个姓陈。也行，小心些总归是没错的，只是麻烦宁姑娘了。我们俩的交情不必说这些。干嘛这么盯着我？你是不是喜欢上我了？没有，就是感激。那就好。你就是陈平安吧？啊！你与正阳山那老畜生一战，我可是瞧得清楚。你竟然以一副凡人之躯，敢和上古凶兽叫板，关键是还活了下来，简直就是个奇迹呀！对了，我是风雷园的刘灞桥啊。这2日闲着不事，就想着跟你们进山长长见识。好，几位随我来吧。哎，陈平安，我听说这座廊桥的前身是一座石拱桥，桥底下挂着一根生锈的老剑条，是防止蛟龙走水的。是有这么一种说法，但是我刚刚趴在廊桥上，用手敲了半天也没发现端倪啊！难道此物与我无缘？照理说不可能啊！如我这般剑道天才，那老剑条若真是什么神兵利器，应该会自动跑到我面前来认主啊！哎，难道这老剑条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乎其技，只是个年岁久一点的老物件而已？那倒是有些可惜了呀。陈姑娘，我们要不要歇息一会儿？不必，继续看。这位公子只是有些气息不稳，只要休息1刻钟，等他缓一缓，是可以跟上我们的。不必了，陈松风，你若是跟不上，只管回小镇便是。还是不拖累几位了。灞桥，你与他们一起去吧。哎，我说这女人到底是什么来的？她这副颐指气使的样子，你能忍住，我可忍不了。老子也不干了，走，送你下山。陈平安，我们走，别理他。陈姑娘，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那你快点。陈姑娘，此处可是你的祖坟？不错，就是这里。我要在此祭祀片刻，你们俩下山去等吧。好，宁姑娘，我们走。哎，之前有段路程，你为何故意要绕远路？宁姑娘，连你都看出来了。把连字去掉。我不是与你说过吗？山里有块石崖，上面全是被你们称为斩龙台的黑色石头，怕给他看去了，万一起了歹心怎么办？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守财奴，你是怕他想法子将那些石头搬走，害你2手空空吗？宁姑娘，你这么耿直，朋友一定不多。哎呦，等，宁姑娘手下留情，我不说了。哼，吃野果子不？来的路上我偷偷摘了3个，都藏在袖子里面了。那个陈队应该没瞧见。这个时节的山果能好吃？哎，宁姑娘，这就是你不晓得了。这种果子正是冬天结果，春天成熟的，现在吃刚刚好。而且我保证啊，这果子的滋味真的不赖，一口下去保管你的舌头都能咬掉。更奇怪的是啊，小镇外那么多山，只有这附近长了这种果子。我当年也是跟着姚老头来找一种泥土才偶然发现的。哦，真的这么好吃？这果子应当也不是什么世俗之物，虽然比不上我见过的那些仙丹，但对于普通人来说，无疑是延年益寿的珍品。唉，早知道我就不吃了。陈平安比我更需要这果子。不好吃，我不要了，你自己吃。那我再吃一个，剩下那个留给刘宪阳。你不留给陈队？非亲非故的，留给他干嘛？若是今天阮秀在这儿，你是不是要给他吃？当然。那如果你手上只有1颗野果，你是给我还是给阮秀？给你。为啥？阮姑娘不在这儿，可宁姑娘你在啊。哼，你知道那是什么树吗？不知道，但我知道它比其他山上的树都要笔直得多。这种树叫做楷树。相传若是某个家族的陵墓生出这种树，儒家圣人即将出世，且这位圣人必然极其刚直，一身浩然正气，在你们这座天下将会受到格外青睐。听不太懂。你就不羡慕为什么这棵楷树没有长在自家先祖的坟头？不羡慕，只要我清明节的时候能去给爹娘上香，我就很满足。唉，傻子。什么时候从这里出发？你说他们呀，天没亮就走了，现在估计已经到小镇外几十里了吧？什么？我知道了，谢谢啊。刘宪阳，不是说好了天亮之后再走的吗？我还没跟你道别呢，我还没给你东西呢。
你这个说话不算数的家伙，一定要平平安安的活着，不然我跟你没完。把披云山放回去。我不放又如何？放肆！西季川，我家小姐已经顺利出了小镇，你现在不过是泥菩萨过江，你以为我老爷害怕你吗？执迷不悟。要是换作60年前的我，出去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一脚踏平正阳山，把披云山放下，赶紧给我滚！谢先生太恩。这副字帖你们要妥善保管，仔细临摹。是。好了，下课了，都回家吧。是，先生。师兄，可还记得我们去山崖书院之前，先生留给你的临别赠言？学不可以以轻取之于蓝而轻于蓝。不错，先生对你是何等器重，希望你能青出于蓝。可你为何偏偏要在此地啊？不撞南墙不回头啊！为何你要为了这一座小镇，为了区区5、6千人，舍弃100年修为和1000年大道不要啊？不是寻常的读书人也就罢了，可你是齐景春呐，是先生最为得意、最有望立教称祖的读书人呐。离珠洞天破碎之时，虽然不会当场死人，但是小镇所有人都会失去来生。这6000余人都被用来承受天威浩荡的替死鬼，有可能生生世世堕入西方佛国的恶鬼道，永世不得超脱。而兵家修士阮琼作为离珠洞天最后一位坐镇四方的圣人，他到时候的职责可不是守护小镇百姓的安危，而是不让任何一人逃脱这份天道责罚。我怎么能眼看着这些无辜之人受此劫难？你也不能不为自己打算呐。事已至此，我意已决，那几个孩子就托付给你送往山崖书院了。罢了，师兄，保重。齐景春，放肆！小镇3000年积累而成的天道反扑，我齐景春一肩挑之。也身为我儒家门生，理应知道天道无私。你对离珠洞天生出恻隐之心，情有可原。若是此时回心转意，尚有余地。与这书呆子废什么话？想要做出顶天立地的壮举，得先问过我的拳头，答不答应？阿弥陀佛，齐施主，一念静心，顿超佛地。斩龙1役之后，由4位圣人订立下的规矩，小镇得以享受3000年大气运，一直风平浪静。可如今，天道要镇压此方天地，要置这数千人于死地，要来便是了。无非是换成我齐景春一人，来替小镇百姓承受这一场劫难。天道和规矩未曾落在空处，诸位又为何阻拦？姓齐的，你是真的不知道缘由，还是装疯卖傻？诸位可知，天道的碾压势如破竹，虽然不会当场死人，但小镇的6000人都会丧失来生。作为承受天威浩荡的替死鬼，坠入西方佛国的恶鬼道，永世不得超生。那是他们应当承受的。你这小小儒士违逆大道，不自量力，牺牲无辜之人，这就是天道吗？放肆！胆敢违逆天命，看剑！是。春风得意。是小打小闹也差不多了。齐景春，本座最后问你一句，你确定要执意下去吗？是。不后悔？不悔。好。
好，看拳！一道蕴藏着浩大天威的金色拳头从云海窟窿之中一次次敲打撞击齐静春那尊法像。齐静春空闲的右手高高举起，接下那一拳，却在下一秒被砸得法像猛然下坠100丈，但他仍不认输。再来！再来！再来！我曾拥有一粒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看来你还是执迷不悟。好，老夫今日就替天行道，受死吧！烈星随旋，日月地照，40代玉，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阳以成。若天道不公，我便走自己的道。哼，春风已至，不见敬春。哈哈哈哈哈哈！这回清静了。天下有我齐敬春，天下快哉，我亦快哉。看，几经春风，送出一程后云霄。小洞天之内，独坐在书案之前的青山如是，已是满头白发，七窍流血，他的魂魄更是完全破碎，但他竟然还在笑着，带着快意至极的神色，溘然而逝。天怎么突然黑了？难道和齐先生有关？齐先生既然是这座天地的主人，应该和他有关吧？之前宋杰星跟我说，齐先生原本是打算跟着赵瑶一起离开小镇的，为什么最后不走了？这些圣人的心思就像一条龙脉，绵延千万里，我可猜不到，也懒得猜。颜念君子，温其如玉。我到现在其实都不怎么明白，齐先生为何要将这枚簪子送给我。你怎么不把这簪子带上？人家既然愿意送给你，自然是希望你物尽其用。宁姑娘，宁姑娘，就别站在门口了，快进屋吧。好。你这根簪子我仔细检查过了，的确是普通簪子，没有暗藏玄机，弄个什么小洞天在里面。小洞天？那是什么？这天底下的洞天分为2种，一种是我们身处的这座离珠洞天，属于10个大洞天、36个小洞天之一。这些洞天各有千秋，但大都面积广袤。传说道祖拥有一座莲花洞天，其中一张荷叶的页面就比你们大黎王朝的京城还要大。不可能吧？其实我也不信，所以将来我会亲眼去看，回来告诉你真假。这么稀奇古怪的地方，不是谁都能进吧？你当我是谁？宁姑娘，你继续说洞天的事吧。洞天中灵气充沛，贯通天地，炼气士在其中修行，事半功倍，是名副其实的仙家府邸。所以那些大洞天早就被三教百家里的佼佼者瓜分殆尽。至于这36个小洞天，则都是些藏藏掖掖的秘境，供人探幽寻宝。其中桃源洞天的风景最好，罡峰洞天最为险峻。至于离珠洞天嘛，我们这儿怎么样？你们这最小，就这么大点的弹丸之地，不值一提。那也没有关系，我在这个弹丸之地遇见了齐先生、杨爷爷、刘宪阳、顾灿，当然还有你，宁姑娘。少跟我套近乎。至于我说这簪子里可能有的洞天，是指一种收纳物品的小洞天。所谓方寸之间可容天地。我娘以前最值钱的嫁妆之一就是一枚玉镯子，里面的洞天差不多跟这屋子一般大。
这么小啊？你看人家道祖的莲叶，就有一座城池那么大。陈平安，你找死了你！对不起，宁宁，我开个玩笑，你别丢我扯胆石啊！算了，不吓唬你了。其实我来是想说，我就是想问问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嘛？帮阮师傅做完那些力气活之后，我想自己进山烧炭，还可以顺便采药卖给杨家铺子。那你得罪了正阳山的搬山员、清风城的许家夫人、截江真君刘志茂，以及蔡金简的云霞山、福南华的老龙城，该怎么办？万一人家来找你麻烦，你往哪里逃啊？我还没想好，所以你就该听陆道长的话，给我厚着脸皮好好的赖在铁匠铺。这样会不会给阮师傅惹来麻烦呀？一位主持小洞天运转的圣人，还会怕这点麻烦？那我回头问问阮师傅，先把所有事情告诉他，看他还愿不愿意收我做长期学徒。陈平安，你记着，在小镇里没有什么是一代金晶铜钱解决不了，如果有，那就2代。可我心疼呀！怎么，你送东西给刘宪阳的时候就不心疼了？那是2回事，不能比。以后要是哪个女人不幸做了你的媳妇儿，估计她每天都恨不得一巴掌打死你。这要是有了媳妇儿，又是另外一回事。我可不傻，不会让媳妇儿受委屈的。是吗？当然，要是我媳妇儿受了委屈，别说是正阳山老袁，就是你说那个什么道祖，我也要去砍死他。不管能不能去砍死，先砍了再说。你为什么？你平时不是一副烂好人的脾气吗？在这种事情上当真如此硬气？爹这辈子只跟人打过1次架，就是因为有人骂了我娘。我爹打架回来的时候被我娘埋怨了很久，但我爹私下跟我说，打不打得过是一回事，但打不打又是另外一回事。男人不护着自己的媳妇儿娶进门做什么呀？算了，跟你说不清楚，我先走了，回铺子。我送你到泥坪巷口子上。不用了。陈平安，我还有事情，就先走了，是真的走了。离开这座离珠洞天，你以后不必刻意来找我。若是有缘，我们自会再见。你必须记着，每天给我好好练拳。按杨老头和齐先生的话，把精气神养足，活得长一点，然后再去外面闯一闯。这样你就会知道，你以前的许多想法，在我看来是多么的好笑。就说这么多吧，再见。哦，对了，这剑鞘暂时放我这儿，以后会还给你的。我这是梦游了吗？怎么到这儿来了？莫要再前倾了，跪下吧，跪下便可红。世人皆要会天地，君上金师，你这一跪又有何？还能换来一个大老直接本是安分。安先生在之前一拳击碎地下金肉，凡夫俗子，还不速速下跪！你这个人有多冷静？陈平安，快停步！既不要前行，也不要转身，更不可下跪。你只需在原地坚持1炷香便可。你一介凡人之躯，能够承载多少斤两的天机气运，也不可逆天行事。这是杨爷爷的声音，不可前行，也不可能下跪。我到底该怎么办？陈平安，不妨站直，往前走几步试试看。齐先生，是你吗？是我。去吧，往廊桥中央去，他在等着你。等我？谁在等我？这廊桥下的东西本是马苦玄应该得到的机缘，你小子速速滚出去！还敢再往前一步，定叫你挫骨扬灰！这就是一滩扶不起的烂泥，早就该上火决断！你敢垂涎神物，厚颜无耻！就把回小镇，把机缘留给你的朋友吧。这廊桥下的东西，本是换来你们这些凡人的安稳。你小子速速，你们可以安心做个富家翁，娶妻生子，不是更好吗？便是马苦玄拿不到，也应该落入那天仙配子聂瑶之手。你又算个什么东西？都给我闭嘴！齐先生，你是要走了吗？要走了。外面有太多人都希望我死，也由不得我自己做选择。那我们现在是要去见谁？不是我们，是你。你要见的大概称得上一位老人吧。陈平安，大道就在脚下，
走。事不过三，点到即止。我知青山江河的情，为人不人知我。真的是那座灵官神像脚下的斩龙台，可是怎么只剩一半了？宁姑娘说，斩龙台异常牢固，只有大剑仙用仙剑才劈得开。这块石头被切得这么齐整干净，到底是谁劈的呀？而且他是怎么到我院子里来的呀？难道石头成精了？喂，石头，你能说话不？或者能听懂我说话不？看来是被刚才那个梦给弄糊涂了，我居然对着一块石头说话。算了，管他是谁给劈的呢，还是拿去送给宁姑娘吧，她肯定用得着。昨天大白天的天就黑了，真不知道见了什么鬼。还说呢，更见鬼的是铁索井彻底干了。前几天水位下降，我就觉得不对，可怎么也没想到就干了呢。以后挑水可麻烦了。说到那口井，井边上的铁链都被人偷了，也不知道是哪个不怕死。哎，井水干了，铁链没了，可咱们也没见龙出来呀，龙去哪儿了呀？你还真信啊？锁龙井就有龙？被前段时间那个说书先生洗脑了吧？这世上怎么可能有龙？哎，反正最近怪事多得很，连那棵老槐树都突然倒了。你还别说，那树那么老了，估计拿回来当柴火也不错。我先去捡树枝了啊。哎呦，你们这些天杀的后生哟！那老槐树可是有灵性的，别的不说，收成不好的时候，那槐花槐米的养活了多少人呐！作孽哟！老槐树倒了，也不知道那能救命的槐叶还有没有。去晚了，怕是真的被捡光了。可是这斩龙台，李宝平，你等等。哎，陈平安，是你呀？哎，对，你叫我干嘛？你扛着的这节树枝是从老槐树那捡来的吧？对呀，那边有好多人都在捡树枝呢。我力气小，只能搬得动这么大的。不跑快点，争取多搬几趟的话，就要被人给抢光了。你家住在福禄街那边，离老槐树太远了，跑这么一趟得花上不少时间吧？是啊，所以你就不要拦着我说话了。其实我还有个更好的点子。哎，什么点子？你快说。你要是信得过我的话，就可以先把这个树枝放在我家。我家就在泥坪巷，离老槐树很近，这样你就可以多跑几趟。可以是可以，不过你肯定不会让我白占便宜吧？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事情说好啊，我可扛不动太大的树枝，很沉的，我现在的肩膀就快要被磨得着火了。我不要树枝，只是想让你在那棵树的附近看看，如果有绿色的槐叶，你就帮我收起来，记得要绿色的啊，变黄的不要。就这样吗？对，就这么一件事。你知道我家在哪儿吗？以前去过，从泥坪向左手数起，第12个宅子。没错，这是我家的钥匙，你待会儿拿着开门吧。我记得你家的院墙不高的，我稍微垫一下脚就可以把树枝丢进去，不用开门的。那好，你去忙吧，我去一趟阮家铁铺，等会儿就回来，到时候你来找我。一言为定。这是怎么一回事？廊桥怎么又变成了石拱桥？陈平安，你怎么来了呀？啊，我来找宁姑娘，她在吗？啊，你不知道吗？宁姑娘走了。什么？走了？对啊，天黑之后，她突然接到一封飞剑传书，说是她的家乡到玄山那边有什么事儿，然后她就急匆匆的走了。原来昨天的不是一场梦，而真的是宁姑娘在跟我告别。陈平安，可她为什么不直说呢？陈平安，你怎么了？宁姑娘没去跟你告别吗？啊，她有说的呢。哎，对了，宁姑娘还让我告诉你，那把剑鞘她先借用一段时间，以后会还你的。没关系，那本来就是她的东西。阮姑娘，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没事儿啊。对了，我爹说这段时间你就安心待在铺子里做事儿，以后可能需要你帮忙打铁。好，那我先回去了。唉，怎么就这么走了呢？虽然我也知道她早晚要走，也做好准备不伤心的，可是这也太突然了，我还有好多话都没来得及跟她说呢。那个叫齐静春的读书人说他对这个世界很失望，那么你呢？陈平安，你对这个世界失望吗？我罢了，你回去吧。我又做梦了啊，真疼，没睡着啊，怎么大白天的也做梦啊？那人到底是谁啊？我还是赶紧回家吧。
这溪水怎么突然变得如此阴冷啊？我最近老做奇怪的梦，难不成是被这溪水中的怨魂给缠上了？西街上总了，小镇上的妖魔鬼怪怕是都要冒头了。我阮师傅也不是吃素的，我就不信这些鬼怪胆敢在圣人眼皮子底下对我动手。那，给我出来！陈平安，陈平安，那太好了，你还没回小镇，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你这是在做什么？阮姑娘，你别靠过来，我觉得远处的水里好像有脏东西，正准备用石子把它砸出来呢。脏东西？廊桥之下既有内卫坐镇，又离我家这么近，怎么可能会有脏东西胆敢靠近？不对，那是……怎么了，阮姑娘？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啊？没有，我什么都没看出来。哦，那应该是我疑神疑鬼了。对了，你找我什么事啊？就是想请你下次来铁匠铺的时候带些小镇的糕点过来，我好久都没吃了。那没问题，我就先回去了。阮姑娘也早些回铺子去吧。火龙走水，是。饶命啊！谢饶命啊！小小河婆也敢在我家门口撒野！我爹当年为了正道，可是连斩了6位江水正神，你难道就不怕有命来没命走吗？居然还敢在陈平安面前泄露阴神气息！大仙，小的确实不知啊，小的只是途经此地，见到陈平安样子古怪，多看了一眼罢了，切无害人之心呐！真的？小的若有一句假话，定叫天打雷劈！行吧，姑且放过你这回。不过这么说来，你认识陈平安？认识，小的生前原本就住在杏花巷，与那陈平安所住的泥坪巷很近，跟他偶有交集，但并无恩怨呐。是吗？那你说说看陈平安的事儿，挑你知道的说便是。小的遵命。可是大仙，可否先召回您这蛟龙？小的道行浅薄，实在受不住他这赫赫神威啊！小蛟，回来！行了吧，快讲！谢大仙仁慈，谢大仙。为何这火龙都离开了，我这道行还在不断流逝呀？不好意思，忘了告诉你，我是天生火神之体，与水是天敌，只要我站在这儿，你的道行就会一直减少啊！大仙呐，再这样下去，我就要形神俱灭了呀！哎呦，求大仙大发慈悲，就饶过小的吧！哎呀，好吧，看在你认识陈平安的份上，就饶你这一次。不过我以后还会叫你过来讲他的事儿的，你知道什么就全说出来。放心，到时候我会隐藏气息，不会再危及你的道行。但你要是敢不来或者不说的话，知道会有什么下场吧？哎呦，不敢，小的一定据实相告。那我就先走啦，不准再下陈平安，记得哦。恭送大仙。你这丫头片子如此欺压我，待我日后道行再深些，看我是不是无知的蠢货！你知不知道那丫头将来正道期间为何事？就是杀尽叶州江河水神。你小小河婆还敢对此人心怀杀心，也不怕让人笑掉大牙？人家就算伸长脖子让你杀，最后也只会是你死。而且他对水中阴物的感知异常敏锐，你此刻心中所想，他全能看透。若我没猜错的话，他将来第一个要杀的河神就是你。速来秦牛被施压，我有事交代。遵命。前辈竟然能够自行敕封一方河婆，关键是还没有惊扰天道，真是好大的本事。河婆和河神一字之差，云泥之别，你这种读书人会不懂？但方才之事当真是十分骇人听闻。那河婆本来气数已尽，而前辈您却在她的死路上生生开辟出一条生路来，这等手笔令晚辈不得不佩服。小子，你知道我的身份？山主并未告诉我，但我勉强能猜出一点端倪。去，你小子还不够资格跟我谈话，换成你们山主还差不多。前辈先别急着赶人，我此次前来确实是有事想向您讨教。有话快说。山崖书院的那位齐先生
空有一身通天修为，却为了护住这座离珠洞天，不惜以2个本命字对抗天道，最后生死道消。前辈，你说他这是图什么？若只是图一个为生民立命，那也太亏了。他可是山崖书院的山主，儒教第4圣的得意弟子，他的一条命换5、6千凡夫俗子的来生，划算？在我看来很不划算。换成是我，绝对做不来。你这话也就只能跟我报道，若是传出去，你这辈子也别想当书院的山主了。前辈教训的是。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也有一个问题想要问问你。这场决里，一步步将齐静春逼到唯有求死的境地的人，是不是你？前辈，你也太高看我了。我别的本事没有，看人心也是，还算凑合。所以我看得出来，你不该在这个时候来到小镇。那个观湖书院本就与山崖书院不对付，而你更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来到小镇，要取回儒家的镇国玉圭，又恰巧碰上齐景春这桩惨案，未免有些太过巧合了吧？这世上之事都是无巧不成书吧？何况这场布局的开端最早可以追溯到80年前我儒教第4圣在文庙中第1次位置下降的时候。可我如今不过而立之年，那时根本尚未出生，无论是年龄还是阅历，都无法做出这段谋划。说不定你背后有些蝇营狗苟的东西在指点呢。前辈相信也罢，不信也罢，我言尽于此。实不相瞒，晚辈另有一要事与前辈商量。晚辈对那座披云山情有独钟，希望能在那山上修筑一座新书院，不知前辈可否同意？前辈放心，只要您一天不点头，晚辈的书院就一天不会破土的。如果哪天前辈想通了，便让督造关衙署那边捎句话给我就行。知道了。那晚辈便不打扰前辈，告辞。观湖书院，齐景春，就没一个让人省心。这鸡怎么叫得这么惨啊？还不会是宋吉新走的时候忘了喂吧？哎，算了，反正我也有钥匙。看这院子里的样子，那2个人走的时候不会什么都没带吧？万一留下了什么食物余粮，岂不是白白给放坏了？这个木人我以前好像没在宋吉新家里看过，难道又是志贵偷偷从外面捡回来的？他好像很喜欢摆弄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不过这上面的红点是什么呀？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每一个红点旁边还刻着几个小字。这2个字是念太渊，是这么念的吗？还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啊！要是宁姑娘在就好，我还可以拿去跟她请教。陈平安，你回来了没有啊？我来拿树枝了。啊，来了。